帮表哥打理谢堂净赚300万，结果秋季齐网，他却只转给我5万块。他说堂是他的，本钱也是他出的，而我就是简简单单撒个网。我看着屏幕上的转账，一没拒绝，二没骂街，只是默默拿着这笔钱反手包下了全村最臭的废弃死水塘。直到第2年盛夏，他那一塘的死蟹飘满水面，恶臭熏天，而我的螃蟹个个活蹦乱跳。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我站在水草丰美的新塘边，退后2步。别把毒素踩进我的园子。听说那天晚上，表哥跪在泥地里嚎了一宿，他怎么也想不通我的螃蟹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先前我正在池塘百年记录着今天的 pH 值和氨氮数据，结果一辆崭新的奔驰大 G 在塘边停下。表哥张富推开车门，嫌弃的捂着鼻子，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烂泥。强子今年的账算出来了。分红我给你转过去了。我看着屏幕上的5万元没说话，心里有一本账在翻。3年1000多个日夜，我吃住都在棚里。我知道今年的极品蟹大丰收，刨去塘租和饲料，净利润将近300万，而他却只转给我5万。强子今年利润不错，赚了将近300万。这5万块你拿着回镇上买辆代步车。我这蟹塘撒饲料的活拴条狗都能干，你还年轻，应该拿着5万块去大城市打拼。然而我听着心里没有任何波澜。3年前他接手这片塘时，因为不懂水质，差点赔个底朝天，是我带着自己摸索出来的复合菌种，帮他把水调了过来。我说我出技术，利润3、7分。他说都是一家人，哥不会亏待你。此时我没生气，默默把记录本揣进怀里。行，钱我收了。张富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好打发，他愣了一下。你拿着钱回去好好歇几天。我点点头，提起墙角那只装满破烂衣服的旧编织袋。塘里的水泵滤网该换了。你记得找人弄。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走进了深秋的冷风里，因为我很清楚，没有我极其严苛的抵制微调，这片看似肥沃的蟹塘，不出半年就会变成一汪臭水沟。我没回镇上的家，我怕碰见熟人问我今年卖蟹分了多少，问我表哥怎么对我的。我沿着村里的土路一直走，怀里的那个笔记本是别人眼里的废纸，却是我3年的心血。此时手机响了，是张富在群里发红包，他在家族群里疯狂炫耀今年的收成，惹得一堆亲戚跟风吹捧。我直接关了手机屏幕，走向了村子最下游，那里有一片常年泛滥蓝藻、恶臭熏天的废弃黑水塘，因为地势低洼，常年积聚死水，连村里的野狗都不愿意靠近。我站在满是杂草的岸边，看着那一汪浓绿发黑的死水，这就是所有人眼里的垃圾场。但我蹲下身，捻起一点塘底的淤泥，凑到鼻尖闻了闻，一个念头像破土而出的新芽，再也压不住。他不是说撒饲料的活拴条狗都能干吗？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我转身直接走向了村委会的办公室。王书记，在呢，小强啊，你不在邻附的蟹塘里忙，跑这儿干啥？我想问一下，下游那片黑水塘现在往外承包吗？李书记愣住了，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那是个死水坑啊，水都臭了，你包它干啥？倒贴钱都没人要。1年租金多少钱？你要是真包，1年1000块钱，意思意思就行了。但咱们可说好，亏了村里不管。我心里快速算了一下，5万块足够包下这片塘，还能买齐前期的净化设备和原液耗材。我有些着急，我包5年，现在就签合同。书记估计没见过这么急着往火坑里跳的人。小强，你可别冲动。张富刚赚了大钱，你跟着他。合同拿来吧。签完字按了手印后，我就兴奋地跑到池塘边。废弃黑水塘的面积很大，浓绿的蓝藻像一层厚厚的油漆盖在水面上，散发着刺鼻的恶臭。村里人听说我包下了这块地，全都跑来看笑话。强子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这破地方能养出啥来？张富给他发了5万块奖金，他不存着娶媳妇儿，全砸这臭水坑里了，真是个败家子儿。张富也开着他的大 G 来溜达了一圈，他摇下车窗，笑得前仰后合。强子，你要是嫌5万块烧手，哥带你去城里捏捏脚啊，何必在这儿傲大坟呢？我没理他，只是穿着齐胸的下水裤，艰难地在齐腰深的黑水里清理腐烂的枯枝，恶臭扑鼻。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等晚上闲杂人等散去后，我打开了那几个白天刚从镇上运回来的黑色塑料桶，里面是我耗费无数心血秘密培育出来的复合益生菌原液。这种菌群专门针对这种重度富营养化的死水，我按照精确到克的比例将原液稀释，然后均匀地喷洒在黑水塘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连续1个星期我都是昼伏夜出。白天我像个拾荒的，在塘边修补堤坝，晚上我就是这片水域的魔法师。奇迹是在第2周的清晨出现的，原本浓绿发黑的蓝藻开始大面积消退，刺鼻的恶臭被一种淡淡的水草泥土腥味所取代，水体逐渐变得澄清，阳光终于能穿透水面，照到塘底。我趁热打铁种下了精心挑选的一乐藻，不出半个月，整片黑水塘焕然一新，水草丰美，清澈见底。就在我准备撒苗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张富。我皱了皱眉，按了接听。喂，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醉意，背景音里满是 KTV 的喧嚣和女人的娇笑。强子，还在那个臭水坑里刨食呢？有事儿？哥刚在城里找了几个大爷，1天80块钱，专门负责给我撒料。
你慢慢玩你的泥巴吧，等过年哥再施舍你2只生螃蟹。知道了。我挂了电话，脸色平静的像眼前的这片湖水。张父在城里花天酒地，却不知道大自然的报复有多冷酷。我走到塘边，打开了最后几个恒温泡沫箱，里面是我偷偷留的抗病力极强的初代金甲蟹苗。看着这些晶莹剔透的小生命落入清澈的水草中，我拿起本子翻开新的一页，写下了今天的水温和投放量。撒完最后一把蟹苗后，天已经快亮了。我迎着晨雾往家走。当初盘下这片废弃塘的那一刻是冲动的，但现在冷静下来，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所有的积蓄都砸了进去。每天夜里如履薄冰的生态调试，这片塘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我的心血。我知道我不能失败，必须要成功，不仅仅是为了回本，更是为了争那一口气。回到家推开门，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我爸妈和未婚妻小雅都坐在饭桌旁，显然一直在等我。我妈埋怨道：怎么一宿没回来，菜都热2回了。我撒了个谎，塘里有点收尾的杂活活，多干了会儿。快去洗手吃饭。小雅站起身，递给我一条干净毛巾，眼神里带着担忧。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累着了？没事儿，就是熬夜熬的。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强子，今年父子到底给你分了多少钱啊？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我爸和小雅也都停下筷子看着我。我放下碗，拿出手机，调出那个转账界面。我故意说得很轻松：妈，钱在这儿，5万。我妈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5万？怎么才5万？村里都传疯了，说父子今年赚了快300万。妈，今年看着热闹，其实折损率也高，加上明年还要扩建，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水面是人家的本钱和风险也是人家担的，确实剩不下什么。我就是个帮忙撒料的，能拿5万已经很不错了。我爸抽着旱烟没说话，小雅看着我欲言又止，只有我妈一脸的憋屈和不相信。不可能，那塘要是没你天天半夜去守着，早烂了。你是不是被强子给欺负了？妈，你别乱说，父子是我堂哥，他还能坑我不成？大头本来就该他拿，咱们得讲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在滴血，每一个字都是对自己这3年心血的背叛。但我必须这么说，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和张父决裂，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盘下了那个全村最臭的死水塘。我不想让他们跟着我担惊受怕。我妈还想说什么，被我爸打断了。行了，吃饭吧，儿子心里有数。晚上我躺在床上，小雅抱着我。林远，你今天不对劲，你肯定有事瞒着我。翻过身，把她搂在怀里。能有什么事？就是夜里风大，吹头疼了。真的？真的？睡吧，明天带你去镇上逛逛。怀里的人安静下来，而我却毫无睡意。我睁着眼睛看着斑驳的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片正在悄然发生巨变的黑水塘。它是我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退路。接下来的几天是村里年底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算着今年的收成，准备杀猪过年。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白天陪着爸妈和小雅置办年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我心里始终悬着一件事：那片塘的水质检测机构的化验单是在我投苗后的第3天寄到的。先生，好消息，您的水样数据出来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部降到了安全线以下，溶解氧极高，那套菌群的生态循环已经彻底建立起来了。我当时正在陪小雅挑对联，接到电话激动的差点把摊子掀了。我压低声音走到街角。太好了，那水体透明度呢？透明度非常棒，底栖藻类和水草长势极好，完全达到了顶级生态水域的标准。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老塘修复案例，您这技术绝了。行，辛苦你了。挂了电话后，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大半。水质活了，就意味着这片塘真正属于我了，剩下的只是等待时间，让那些金甲蟹苗长大。这期间，张父也给我打过几个电话，第一次是问我那5万块准备怎么花。强子，那钱别瞎折腾，留着给叔叔阿姨翻修下老房子，剩下的存起来准备结婚用。他的语气像个长辈在教训晚辈，充满了施舍后的优越感。我平静地回答：知道了，哥。第二次是除夕前一天，明天中午，镇上最贵的红云酒楼哥包了场，我特意把村里的亲戚和几个收购商都请来了，今年赚了大钱，得好好庆贺一遍。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此刻的嘴脸，无非是想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他今年的丰收，顺便再展示一下他对我的宽容和照顾，把我当成他炫耀成功的背景板。不了，富哥，家里有点忙。别啊，多生分，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早点过来帮着照顾客人。他不等我再说话就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冷笑一声：你想演戏，我就陪你演，我倒要看看你那经不起考验的破塘还能撑多久。除夕那天中午我还是去了，带着爸妈和小雅。鸿运酒楼最大的包厢里摆了足足5桌，一进门就看到张父和他爸妈还有几个大收购商正坐在主桌上谈笑风生。哎呀，老二一家来了，快坐快坐。他嘴上招呼着，眼神却在我爸妈朴素的衣着上扫来扫去，透着一股居高临下。张父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强子来了啊！他指着身边一个穿着貂皮大衣、浓妆艳抹的女人，对我介绍道：这是你嫂子丽丽。丽丽，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堂弟张强，
在养殖场帮忙打理的，给我搭把手打理的。包厢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爸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小雅的手也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我却笑了。我对着那个丽丽点了点头。嫂子好，我是张强。我的平静似乎让张父有些意外，他预想中我的局促和尴尬并没有出现。饭桌上更是成了表哥的个人秀，他一会儿说今年螃蟹行情多好，一会儿又说哪个大老板要预定他明年的货，最后他把话题引到了我身上。他端着酒杯对着满桌的亲戚和外人说：强子这孩子就是太老实，在堂里帮了我3年，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我做主。前几天给他包了5万块的红包，让他也沾沾喜气。大家说我这个当哥的够意思吧？够意思，太够意思了。父子现在是出息了，吃肉还不忘给兄弟留口汤。强子人实在，做不了太精明的事儿，只能踏实出力。父子肯带他，那是他的福气。不过我最近听说远子是不是也包了一个堂？听说还是咱们强子隔壁的那个没人要的死堂。小强，真的吗？你怎么没告诉我们？爸爸看着我没有说话，小雅却用力抓住我的手。张父听到这立马露出笑容。强子呢？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那5万好歹留着给叔叔阿姨买点好吃的呀。这下全打了水漂啊！不过要是之后赔了还来富哥这儿，下次哥哥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听到这话，我默默咬紧了牙齿。他们一唱一和，把我定位成了一个需要被施舍的跟班。我爸妈的脸已经长成了猪肝色，小雅的眼圈都红了。然而我却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富哥这3年多亏你照顾了，这杯酒我敬你。我仰起头，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所有人都愣住了。张父看着我，眼神里闪过得意和满足。他以为我认了，但其实我敬的不是他的人，而是我们那段被他亲手埋葬的亲情。从这杯酒开始，一笔勾销。从酒楼出来后，我爸黑着脸一句话没说，我妈一直在唉声叹气。小雅默默地走在我身边，紧紧挽着我的胳膊。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憋着火。快到家门口时，我开口了：爸妈对不起，今天让你们受委屈了。强子，你的堂自己一个人行不行？要是没钱了，一定要和爸妈说。就是啊，强子，被别人戳脊梁骨没事儿的，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张强别怕，你努力做你自己的事儿，我一定支持你。看着他们的样子，我心里一暖，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爸妈，小雅，你们放心，我对我的堂有信心。另外给我点时间，我会把今天丢掉的面子全都挣回来。我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他们看着我，似乎被我的眼神镇住了。送他们进屋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我在黑水塘底安装的防水监控探头传来的警报。我打开 APP， 一段清晰的水下画面传了过来。清澈的水体中，一株株怡乐藻随波摇曳，而在水草的掩映下，一只只硬币大小、背甲泛着金光的初代蟹苗正在极其活跃的觅食、蜕壳。我看着那段视频，胸口的热血再次沸腾起来。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表现得和往年没有任何不同。春天一到，村里又忙碌了起来。对于别人问起我今年打算干点啥，我都用之前那套说辞搪塞过去。很多人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偶尔还会提起我包下那个死水塘的笑话。强子，父子那边虽然脾气大点，但好歹给钱痛快，你瞎折腾那个臭坑图啥呀？是啊，现在搞养殖都不容易，有棵大树靠着，总比自己往水里扔钱强。这些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知道他们不是坏心，他们只是看到了表面，看到了张父今年扩建了新棚的风光，看到了我家的落寞。没人知道，平静的水面之下早已暗流汹涌，也没人知道我正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足以掀翻所有质疑的时机。很快入夏了，气象台连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通知。螃蟹最怕高温，我知道机会来了。我看没了我的水质技术，张父会怎样把这波高温扛过去？随后关掉电视，对着爸妈说：爸妈，明天我搬到塘边的棚子里住，最近可能顾不上回家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穿好下水裤。在出门前，我看着爸妈紧闭的房门，默默地在心里说：爸妈，请再相信你们儿子一次，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看不起我们这个家。我走出家门，直奔村子下游的那片塘，提起了一个沉在水底的地笼。尽管今天是十分罕见的高温，但我的网兜里满是双螯粗壮的极品大闸蟹，水底干干净净。我检查了水草、底泥、溶氧量，每一个指标都测了一遍，所有数据一切正常。我按下水泵的开关，水流喷涌而出，整个塘面微微荡漾着。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正在这片水底奔腾。从这一刻起，我再也不再看任何人的脸色，而我没有立刻把水质大好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在好戏开场之前，我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我
我绕着我的塘仔细巡视，发现只要投下一把饵料，瞬间就能引来疯狂的抢食，比张富塘里那些死气沉沉的螃蟹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他总说是他的那片塘风水宝地能产出最大的蟹，可他从不听我的劝告，常年投喂劣质死鱼，塘底的腐殖质早就超标了，底泥发黑发臭，天气稍微一热，水面上就飘起一层绿油油的蓝藻，像是一锅发酵的毒药。为了维持那片塘，我以前每天半夜都要去撒解毒药，拼命开增氧机。这3年，我为他省下的药钱和死蟹损耗都不止几十万，可他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他觉得他出了塘租，大自然就该无条件的给他回报。这时，远在城里的张富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喂，强子，在家吹空调呢，没去你那个臭水坑看看，没在棚里待着。那么热的天也别乱跑了。他顿了一下，明天早上6点，带上几个大号的抄网到我塘边来。看塘的大爷说水有点浑飘了，几只死蟹你过来帮着捞一下，别让村里其他人看见晦气。他的语气依旧是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在命令一个廉价的杂工。我握着手机，指节有些发白，但我嘴上却平静地回答：好的，强哥，我知道。傍晚，小雅提着绿豆汤来到棚里，看到我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些惊讶。这天太反常了，一丝风都没有。我看村里好几家的狗都热得直吐舌头，塘里的蟹能受得了吗？要是缺氧了，这几个月的心血就白费了。你晚上别睡太死，记得多开几次增氧机。我把她搂进怀里。放心吧，我的生态系统已经建成了。今晚就算是天塌下来，这片水也稳得住。小雅抬起头看着我。张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傻瓜，能有什么事儿？等明天太阳升起，我给你看个奇迹。我没有告诉他今晚可能会发生可怕的饭堂，不是不相信他，而是那场灾难注定惨烈。我不想让他跟着承受那种压抑，所有的验证和结果，我自己一个人扛。天彻底黑透的时候，我爸踩着3轮车来了，他给我送来了一台大功率的抽水泵。我们父子俩就那样站在闷热的塘边沉默着，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强子，这天气不对劲儿。爸，没事儿，你赶紧回去歇着吧，太闷了。我不累，我就是不踏实。这天气像极了10年前那次大绝收，半夜里螃蟹全往岸上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存折，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有2万块钱，是我和你妈今年的口粮钱，你拿着。要是万一水质恶化要买药救急，多个钱傍身总没坏处。我看着手里的存折，眼圈一下子就红了。爸，我不能要，我这塘里指标好得很。拿着，大自然翻脸不认人，你一个人在这儿扛比我们难。我紧紧地攥着那张存折，指甲都陷进了肉里。我没再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爸妈能给我的最沉甸甸的支持。我心里暗暗发誓，等秋天出塘，我要10倍100倍的还给他们，我要让他们过上最好的日子。那一晚，我坐在棚屋的折叠床上一夜无眠。凌晨2点，我从床上一跃而起。临出门前，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温湿度计，湿度95%，气压极低。我顺着土路来到了我和强哥池塘分界线的铁丝网旁。我站在黑暗中，前方就是张富那片号称今年要赚500万的风水宝地。此刻水面上却漂浮着一层厚厚的光滑粘液，哪怕在黑夜里，也能借着微光看到那令人作呕的荧光绿，那是彻底爆发的蓝藻。我走过去，没有开增氧机，也没有试图去干预，大局已定，神仙难救。我转身看向另一边，我的黑水塘静静地停在那里，几台增氧机有节奏地打着水花，清澈的水底，一丛丛水草吐着细微的气泡，而在草根处，一只只硕大的螃蟹正安稳地趴在底泥上，毫无焦躁之象。我蹲在梗上，开心极了。而此时强哥塘里正警历着死亡翻滚的绿色毒水，我目不视物，但耳朵却听得清清楚楚。水面上开始传来密密麻麻的吧嗒声，那是无数只濒死的螃蟹，因为极度缺氧，正疯狂地往岸上的泥埂攀爬。它们互相踩踏，吐着绝望的泡沫，最后集体翻白，暴毙在了田埂上。很快天大亮了，令人作呕的死蟹腥臭味顺着晨风飘进了村子，原本沉睡的村庄瞬间炸开了锅。我站在我的塘边静静地看着，不到20分钟，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在塘坝上响起，张富连滚带爬地从他那辆奔驰大 G 里摔了出来。此刻他看着那满塘漂浮的死蟹，以及像绿油漆一样糊满水面的蓝藻，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疯了一样在岸边又哭又嚎，大概是听到我这边的增氧机水花声，他猛地转过头，连滚带爬地朝我这边跑来。他看到了我，更看到了我身后那片水草丰美、清澈见底的生态园，以及水底那些正在悠闲觅食的背甲金黄的巨大河蟹。他那张因为绝望而扭曲的脸瞬间惨白，他的声音抖得像筛糠，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强子，这是那个臭水缸。我平静地看着他。不然呢？你塘里的蟹怎么都没事？
因为我懂得敬畏大自然，而你只懂得算计。张父突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在地上。强子，哥错了，以前是哥不对，你快把你的特效药给我，你帮我去调调水，我1个月不，我给你开2万工资，你快救救我的糖。他低声下气，卑微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几辆印着顶级水产的冷链物流车稳稳地停在了我的塘边。我转过身，没理会他的哀嚎，穿着高筒防水皮裤直接下了水，从地笼里捞起一只足有7两重、清背白肚的极品蟹网。岸上专门从上海赶来的顶级餐厅采购总监眼睛都亮了。好蟹，张老板这品质绝了！我把蟹递给总监，然后转过头看着地上满身泥污的张父。我的语气没有嘲讽，也没有愤怒，只有极度的冷淡。往后退2步，别把你塘里的蓝藻毒素采进我的生态园里。还有我的蟹已经全被高价包圆了，你那2万块留着给自己交违约金吧。说完，大家手脚利索点，别磕碰着蟹。转过身开始指挥工人装车，岸上一筐筐极品大闸蟹被搬上冷链车。采购总监看着称重，单笑张老板合不拢嘴。这第一批货我按市价最高档给你结，明年的产量我也全包了。合作愉快。我跟他握了握手，随后第一笔预付款整整100万直接打进了我的账户。这薄薄的屏幕上显示的一长串数字，就是我单飞后交出的第一份完美答卷。与此同时，一网之隔的张父彻底瘫软在烂泥地里。他看着那一辆辆满载着财富的高端冷链车从我的场地开走，终于明白了自己到底弄丢了什么。他的手机也开始疯狂的响起，是那些预定了中秋礼盒的大客户打来的。张老板，我的货准备的怎么样了？张父的声音比哭还难听。我告诉你，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要是交不出极品蟹3倍违约金，1分钱都别想少。电话被挂断了，张父像是被人抽掉了几两骨。他为了拿到今年的高价订单，跟好几个渠道商签了对赌协议。他当时信心满满，因为他以为他还能像去年一样坐享其成。可现在我走了，他只剩下一汪发臭的毒水和满塘死蟹，上百万的违约金像一座大山轰然倒塌。阳光正好，透过清晨的薄雾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而我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一片晴朗，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过去在张父那片高危的塘里，我永远都是紧绷着神经，要时刻提防着水质恶化，担心着蓝藻爆发。每一次起风下雨都像是一场赌博。而现在我站在自己的生态园边，完美的水质、强壮的蟹苗、可控的环境，让我第一次有了享受丰收的乐趣，而不仅仅是为了干活。看着最后一辆冷链车驶出村口，我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有了这笔钱，我不仅能扩建这片生态园，更重要的是能让我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打响名头，以后就不愁没有顶级的销路了。等这季的蟹全部出完，我就跟去市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再给我爸妈翻修一下老院子，让他们安享晚年。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画面，现在却变得触手可及。中午我回了家，没有像以前一样因为熬夜而疲惫不堪倒头就睡。我洗了个热水澡，坐在饭桌前陪爸妈和小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桌上，我把我账户里的余额量给他们看，我妈激动的红了眼眶，我爸夹菜的手都在抖。好，真好。咱家强子有出息了。吃完饭，我回到房间，把那个破旧的笔记本锁进了抽屉最深处，然后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梦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分钱的秋天。张父把那5万块钱转到我的微信上，脸上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施舍表情。这一次我没有再沉默，我笑了，笑得比他更灿烂。就在我坐在塘边喝着小雅送来的冰镇西瓜汁时，一墙之隔的张父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绝望的一天。他爸狠狠扇在他脸上的一巴掌，把他彻底打醒了。去年的利润早被他挥霍一空，今年签下的几百万对赌协议，如果交不出极品蟹，违约金足以让他家倾家荡产。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王技术员，我出5000一天，你来帮我把水调清。李老板，你那有没有特效除草剂？多贵我都买。他把通讯录里所有懂点水产的人全打了一遍。起初他还端着老板的架子，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富哥，你那水已经泛塘了，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得到的回复全是一样的。他这才发现，原来离了我，他那片塘连个臭水坑都不如。他一直以为撒饲料拴条狗都能干，现在才明白，能把那片毒水压制3年，是我耗尽了多少心血。可笑的是，他亲手用5万块钱把我这个真正的护身符给扔了。找到人了吗？张父颓然地摇了摇头，他妈在一旁红着眼眶说：“要不去找强子吧，给他加钱10万20万，只要他肯给你那特效药。”不可能！让他去求我，去求那个被他用5万块钱像叫花子一样打发的表弟，他做不到。此时未婚妻丽丽提着名牌包，拖着行李箱走了出来。丽丽，你干什么？干什么？你马上就要背上几百万的债了，我不走留下来跟你喝西北风吗？张父双眼血红，想要去拉他。你这贱人！丽丽一脚踢开他。滚开！
没本事的废物！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张富瘫坐在地，完了，一切都完了。3天后，我的第一批极品金甲蟹全部出膛，整整200万的货款，一分不少的打进了我的卡里。我看着手机短信上那一长串数字，心里只有前所未有的踏实。我没有去买什么奔驰大 G， 而是直接带着小雅去了市里最好的楼盘，全款拿下一套140平的大平层，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等我再次回到村里，整个村子的风向彻底变了。我那片清澈见底的生态园成了全村的奇迹。以前看我笑话的人，现在一口一个强哥叫着。而张富家已经彻底被催债的人踏破了门槛。为了还那笔巨额违约金，他家的房子挂到了中介网上，车子也抵押了。那片原本用来生财的蟹塘成了烫手山芋。这天我正在塘边指挥工人加固防逃网，一墙之隔传来一阵刺耳的争吵声，是一个专门收废弃塘口的黑心老板正在跟张富压价。你这水底全烂了，光清淤就得大几万，连塘带设备，我最多给你2万块。2万，我光这几台增氧器就买了好几万。爱卖不卖？你这烂摊子，除了我没人接。张富站在原地，拳头攥了又松，最后他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力的点头。办完转让手续，那老板点出2万块钱现金扔给他。就在这时，林强抬起头，隔着铁丝网，他看到了我。我手里正拿着对讲机，从容地调度着下一批冷链车。我连眼角余光都没有分给他，这种彻底的无视，比当面扇他耳光更让他崩溃。他看着我挺拔的背影，再看看手里那薄薄的2万块钱，一股难以言喻的悔恨冲垮了他的理智。他大叫一声，疯了一样冲向岸边一台废弃的水泵，抓起地上的铁扳手，狠狠地砸了下去。价值好几万的水泵瞬间成了一堆废铁。我的事业走上了快车道，之前的收购商成了我的死忠客户。我不再满足于这一片塘，我成立了水产科技公司，包下了村子下游连片的几百亩水面。我组建了合作社，把村里那些肯吃苦、人品好的老实人招进来，手把手教他们养殖技术。我给的底薪是行业最高，年底还有分红。大家都说跟着强哥干心里踏实。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飘了进来，是丽丽。她扭着腰走到我办公桌前。强子，张老板，我早就看出你才是真正干大事的人。他抛了个媚眼，手不安分的想往我桌上搭，我连头都没抬。滚！丽丽的笑容僵在脸上，最后在保安的驱赶下，狼狈的踩着高跟鞋逃了出去。我的世界绝不允许这种肮脏的东西靠近。秋天，我和小雅的婚礼如期举行。那天我包下了市里最好的酒店，车队从村里一路开到市中心，风风光光。婚礼前几天，我接到了张富他妈的电话，电话里他哭得撕心裂肺。强子，阿姨求求你，父子现在天天在工地搬砖，晚上就酗酒，人都快废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阿姨，当初你们一家人在酒桌上踩着我炫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拉我一把？我不是做慈善的，他自己选的路，自己走完。说完我就挂断拉黑。我不落井下石，但我绝不以德报怨。婚礼现场高朋满座，我抱着穿着洁白婚纱的小雅，在亲友的欢呼声中走下婚车。眼角的余光里，我看到了马路对面一个穿着脏兮兮劳保服、头发像乱草一样的男人，正躲在电线杆后面，呆呆地望着这边。是张富，他看着满天的礼花，眼神里全是化不开的嫉妒和绝望。我只扫了他一眼，便收回目光，低头深深吻了我的新娘。转眼又是一个冬天，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屋里暖气开得极足。小雅的肚子已经高高隆起，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爸妈在一旁笑着讨论马上要出生的孙子叫什么名字。电视里正在播报本地新闻。近日，我市警方成功捣毁一个地下赌博窝点。画面闪过，一个个戴着手铐器的嫌疑人被押上警车，其中一个身影瞬间抓住了我的视线。张富，他比上次见到时更加枯槁，眼眶深陷，像个行尸走肉。新闻里说他因为欠下巨额高利贷，走投无路，参与了诈骗和赌博，下半辈子估计都要在里面度过了。我看着那张脸，心里没有任何快意，只有平静。一个人自己要往烂泥里钻，谁也拉不住。我拿起遥控器，换到了一个欢快的综艺节目。客厅里再次充满笑声。我把手轻轻附在小雅的肚子上，感受着里面充满活力的胎动，就像春天那片即将复苏的生态水域一样，生机勃勃。我的方向盘已经稳稳地握在自己手里，前方一路坦途。